杨先生30岁，来自河北个体；女嘉宾郝女士36岁，来自河北待业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，相亲认识的是吧？是啊，从认识到现在多久了？我俩认识快1年了，着急要结婚，是？你觉得有问题是吧？对，行吧，那咱们说有些什么问题好不好？那个原来我有一段婚姻，就是我有一个孩子嘛，男孩女孩？女孩，多大呀？今年7岁。姑娘都7岁了啊！对，我想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嘛，所以说我想更早的就是结婚。主持人是这样，就是之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他离过婚，有个孩子，这个说了，但是他没说清生活里这个孩子是由他来带的。等结婚以后，我还是跟他一块儿带，我觉得我不太接受。那这个孩子你是怎么打算的？如果你们结婚的话？我是建议给他前妻带。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俩因为这孩子的事儿就是经常吵啊。首先，他跟我强调他没结过婚，他不会带孩子，他不会哄孩子。我想我俩已经处了1年了，是吧？有一定的感情这个在里面。说你既然爱我的话，是吧？你就应该包容一下我的孩子，是吧？而他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孩子，我俩就因为这个就是经常吵架嘛。我问一句啊，你打算结婚是吧？对。那你们俩还要孩子吗？我不打算再要孩子了，这个也是我对他有意见的一个点啊。你说我单身，我没孩子，我觉得我跟他啥也不图。虽然说年龄大点儿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委屈。我再跟他没个孩子，那你说我是不是有？就反正2个人的想法我们都能理解。作为一个单身父亲，带着自己的闺女儿，当然希望自己有幸福的那一刻。对方也能容纳和接受自己的女儿，是吧？啊，是这样，理解啊，是这样。主持人，他总跟我讲，就是他跟孩子相处得不来，他想叫我把孩子还给我的前妻，这是一个就是不可解决的一个问题。现在我的前妻就是说，他已经再婚了，还有这个当时我就是为了争取这孩子的抚养权，我就费了很大的周折。孩子2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我生活，没错，这个我说我们理解嘛，理解您这个不容易嘛，但是这个他得理解呀。但是我总跟他说，我说小孩子嘛是吧，有很大的这个可塑性，你多陪陪他，多哄哄他是吧，多带他玩，谁对他好，他就会对谁好，是吧？我给他创造机会，我说你带孩子去游乐场玩玩吧。然后他带孩子去游乐场，他给孩子一个人扔在游乐场，他在游乐场外面去打手机，就是这样和孩子相处。我是觉得您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这件事儿，他愿意这是最好，是您的福气，因为他跟那个孩子没有血缘关系，这里面你没法揪人家的这个对错。咱往下说，等于在孩子是一个你们俩之间很难跨越的一个鸿沟，对吧？对。而且除了这个孩子之外，即使结了婚之后。还有问题，您是不想再要孩子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人家还打算有一个自己的孩子，还想有一个做母亲的这么一个权利呢，对吧？但这事儿你们俩就别还纠葛个啥呀？这是最核心的东西，就只能分开了呀。因为什么呢？我有过一段婚姻，我就是更加珍惜我俩之间的这段感情，就是说想努力嘛，争取在一起。但是你现实问题都解决不了啊。你是想让他让步还是你让步啊？我觉得都挺残忍的。所以说这事儿我俩弄不了，就是那啥。行，这叫问题1，对吧？你们俩的情感好吗？沟通的。我俩的情感，我觉得我对他是100%的付出。他原来在中介上班，他晚上需要陪客户看房子嘛，然后他下班很晚，我就开车去接他，然后早起我就做早饭。他生病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及时赶到他的身边。我觉得我对他就是毫无保留，100%的付出。我觉得他对我是有所保留的。比如那个有一次我带他就去看电影，回来的路上10点多，他的手机响了，微信。当时我这一看是一个男的，然后他瞬间就挂了，不一会儿又打过来了。我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也没给我解释清楚。晚上10点多，私人空间，一个男士给打过来，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？那只是我的一个网友，就是在他认识之前我们就认识了，这2年一直跟他就是网友加朋友关系，根本没有说像他想的那样。如果我出现这种情况，你能接受得了吗？晚上10点多，一个女孩子夸给我搂个微信要跟我视频，你能接受了？你还不吵架跟我吵翻天？别着急，来问问女生的感受。你对这个男人的这个评价是什么呀？
他就是在生活上比较照顾我，生活上会照顾你，对，人品还比较可靠啊。不好呢？不好就是太自私了。自私啊，对，这个怎么理解？我就是追求啥生活啊？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空间，幸福在一块儿。这有自己的空间，幸福的在一块儿，这空间您指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不跟他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，然后我的个人生活你不能管得那么约束，不能约束我的交友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他都影响我这个正常的异性朋友的接触啊。真的，主持人他真的说的，结婚以后我俩要单独出去住，要把孩子推给奶奶来带。他奶奶一个老人，年龄已经不小了，再给他弄一个孩子，是吧？他怎么能方便？不是，您说的都没问题啊。都没问题啊，但是孩子还从小，那您就跟他分开，找一个能够接受您这些条件的女士，不就挺好的吗？我就是比较看重我俩之间这份感情吧，就是为这感情就做一下这个最后的这个那啥努力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努力啊。这结婚还有其他的条件吗？你们都谈了吗？经济上没啥条件，结婚以后住我那边也行。您还单独有房子啊？对啊，然后呢？别的呢？别的。没啥要求，他有要求吗？他对我要求挺多的。你要求人什么呀？除了跟孩子在一起，还有什么呀？就老人就是这一块，我们要就是说，你有没有提过要跟他婚前财产公证啊？婚前这个财产公证，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公认的，就是大家伙都能接受的一个现实吧？我觉得。我觉得他这种做法是让我接受不了。哦。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啊？就是交往时间这么长了，也不想说因为这些事儿说分就分了。年龄毕竟也是比较大了嘛。是觉得我又谈了1年，年龄又大了，怕嫁不出去吗？没有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对他还有一些感情吧。在这段关系当中，我没看到你们俩怎么相爱啊？相爱，我俩也有这个比较相爱的。不是你们相爱啥呀？任何都你看啊，也有这个相爱的。钱上你不放心，对吧？所以要婚前财产公证。我不是说不放心，就是说现在这个婚前财产公证，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什么那咱们说的是关键的事儿啊。从你内心里放心把钱给他管吗？不是不放心给他，别绕。不是主持人，不是我不放心把钱给他管。如果这个钱在我的手里，我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带来更大的效益，我可能进行一些投资。他只能就是理财呀，或简单的存起来。你放心把闺女给这么一个女人管吗？一个不喜欢孩子的女人管，这个放心，还行，做人的基本这个那啥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带去游乐场他自己都不看吗？孩子自己玩吗？你说的吧？啊。所以你们俩为什么要在一起呢？你为什么要盯着他结婚，而且来这个地方要跟他谈这些呢？毕竟自己有过一段这个不幸的这个婚姻，就是我就是更加看重这些。我想不是我跟你说，他逻辑顺利的是什么？是这个女人不在意，这个女人就要跟你的女儿生活在一起，愿意接受你这一切。可能在情感上我们有些过不去的，这叫顺理成章啊。您这个我觉得我是没弄懂，得嘞。交给你们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又得对我女儿视如己出，而且我经济上还防着你，是吧？然后我们俩还得是一个幸福美满家庭。这幸福美满在哪儿啊？你是7岁的女儿对吧？对。我们以一个7岁的女儿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？一个7岁的小女孩现在遇到了一个阿姨要进家里来，要嫁给你，这件事情她本来心里面已经很不舒服，很不愿意了。在这个时候她又发现这位阿姨其实对她态度是生硬的，就是一个7岁的女儿本身已经遭遇了父母的破碎的婚姻，原生家庭对她来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害。这个时候来的一个后妈或者说是父亲再婚的妻子，要接受本身就很难，再加上这个人对她又是一种抗拒的，甚至于要把她送回她妈那边去的，甚至要让她在奶奶那边要跟她隔离开的一个人，你觉得她会不会受到更大的创伤？是。
这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孩子来说是不可逆的，你要让他改变自己的态度，他说不定被你说服了，可以和你的孩子生活在一起，但这两个人之间互相造成的伤害，不是你能够抹平的。你站在一个7岁女孩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，你现在不是在苛求某一个人，你苛求的是你的女儿。你以为我在爱我的女儿，所以我要为你找一个妈。合适的人才是合适的爱，我要考虑不合适的人，这个是要思考一下。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位在今天能够做一个决断，因为真的你们在所有的层面上都是拧巴的，仔细的想一想，不要去将就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严老师，我们的节目叫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我们保卫的是爱，是情感，但我丝毫没有觉得你们之间有什么爱和情。我认为你们两个人都只是在计算得失。可能是我太着急了，想尽早的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啊。你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是需要一个爱你的人和你一起去爱你的孩子。你找一个你也不爱他，他也不爱你，只在算计我们俩在一起能不能让我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，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吗？你如果找了一个你不爱他也不爱你的人组合在一起，对孩子的伤害远比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更大。所有的爱情和婚姻核心基础是相爱，没有爱做支撑，只是说我们彼此在某些条件上合适，撑不了太久。女士，你看着很年轻，比他年轻多了，虽然他比你小6岁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到36岁都没有找到一个相爱的人结婚啊？你至少今天你站在这里，我认为你依然找不到答案，因为你不愿意为了爱多付出一丁点儿，多承受一丁点儿自己的委屈。我接受你说我不愿意当后妈，好，我们既然有这个要求，那你遇到这样一个有孩子的男人，你敬而远之，咱不开始感情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可是你走进了他的生活啊，然后你又冷漠无情地说我不爱孩子，我不能照顾他，这是你爱他的表现吗？我没有觉得你爱他，你只在计算自己的得失。你可以选择我不去找一个带着孩子的男人，没人说你对错，但你不能和这个男人在一起1年了，特别决断地说我不能接受你的孩子，这当中一点爱的成分都没有，只有自己爱自己的感受。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去当他孩子的妈妈，但是你不能如此不带感情的去和一个人相处。我可以为了他接受这个孩子，但是说生活上不要跟我们生活到一起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在自己固守的你认为的这样的方式中去推进爱情，怎么能推得动呢？当然我的建议也是你们分开，因为核心的条件都谈不拢，但即便你们分开了，你总是要嫁人的，对吗？你要学会去爱一个人，是你真心的付出去爱，而不是去计算我究竟和这个人在一起能得到什么，你才真的能嫁出去自己。否则你36岁嫁不出去，你40岁也未见得嫁出去。学会用心去爱，就会收获一段爱情，就有可能进入一段婚姻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曲总。我觉得还是主要来自于爱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，这爱可能是需要画一个引号的。你看你找的这个标准，你自己有一个底线的，对我孩子好，今后一起生活，所以呢你瞄的标准都是你自己是不满意的，或者说你不满足的，因为你觉得那一部分的不满意是换来对孩子的好。比如说你找比自己大6岁的，潜言之是什么呀？可能不会再面临再要一个孩子的问题了，对吗？你找一个没有工作待业的，就以为说我有生意，所以说在经济上你要依靠我的，以此来换来什么呢？你的那点小诉求，对孩子好。你可能目标做一个好父亲，但是当你按照这个条件去所得所谓的爱情的时候，你就不是一个好父亲了。你们相处1年了，你居然没有明确的去和这个女士说，我需要今后我们一定要带这个孩子在一起，我们要跟孩子生活在一起，你没有说，你隐瞒了。孩子7岁也很懂事啊，你在隐瞒的那一刻，你心里是觉得孩子你是爱他呢，还是嫌弃他，觉得他是一个负担呢？如果说你坦荡荡跟所有可能会有恋情的女士说，我有一个孩子，
并且我自己带了他5年，他现在很好，今后也要跟我们一起生活，一直会一起生活的。可能有人会爱上你，你想用更多的条件来换得这一份条件吗？我想用真心去换得吗？你不是真心，你是有目的的，所以说你就会用各种条件去强迫他接受，这就是问题出来了。回到刚才我说的原点，你如果想当一个好父亲，同时又想当一个好爱人的话，是有难度的，对吗？我建议你先做好一个好父亲的角色，至于说好爱人、好丈夫呢，你就需要找到对的人，那是坦坦荡荡的爱情，不要勉强。同时女生呢，选择他其实你也是带着条件的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你心里也有一点不自信，其实真正你的理想也不是这样状态的一个男人。如果没有爱支撑的话，后面的全都是条件，放弃吧，生活中就可以放弃了，不需要到这里来。到这里来顶多是让你们所有的人都明确，真正如果出发点不好的爱情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，不要在这个爱情方面去伤害到更多的无辜的人，明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，如果你爱他，你为什么要提出我们俩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？这跟经济条件无关啊，因为如果你只要爱，你只要努力养2个孩子，虽然经济上会拮据一些，只要共同努力是不成问题的。我不是说不和他再要一个孩子，你自己明确说出来的。我说的是我把这个孩子照顾好的前提，我才能再要第2个孩子。但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就不会强迫他去接受他没有义务接受的条件。这个孩子还有一点，你说做婚前财产公证貌似已经成为所谓的社会趋势，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，大多数人是没有做的。你做这个财产公证的目的其实就是有所防范，你的种种条件的要求都不像对待一个爱人。做婚前财产公证说明有所防范，要求对方对自己的孩子要视如己出，这是一种强人所难，还不允许我跟对方要有孩子，说明没有多么相爱。你所有的条件都说明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你特别爱、特别理解、特别愿意付出的那个人。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看见了，也听见了。所以你不妨承认，你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，一个特别值得信任的人，也有条件的人来帮我照顾这个孩子，最好他没有自己的孩子，而且对我的孩子还视如己出。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你前面5年照顾孩子真的不容易，那你就索性既当爹又当妈，咱不强迫别人，就自己做好，做好一个好父亲，不要做一个有算计的丈夫。而对于女方来说，我特别赞同严品宏的刚才那个观点，36岁没找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我们虽然说的确没有义务我一定要视如己出的去照顾对方的孩子，但是如果你真的爱这个男人，即便我不喜欢孩子，嫌孩子闹，我愿意为了这个男人尽可能的对孩子付出一点，这合乎逻辑吧？但你也不愿，说明你在付出方面的确是个斤斤计较的人。所以你为什么36岁还没有找到相爱的人？我不觉得是没有机会，而是你挑挑拣拣的过程当中错失了太多的机会。而这一次是不是你的机会也未必。按我的说法来说，既然已经到了36岁，也意识到了以往挑挑拣拣的苛刻条件和自己的一些自私，我们索性就改一改，咱们对爱宽容一些，愿意付出一些。即便单身已经这么长时间，那索性就要找到一个称心如意，而不是将就。你说呢？我同意涂磊老师的看法。祝你们每个人做好自己明智的选择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说没爱呢，有点冤枉；说爱的特别纯粹呢，
不符合事实。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按照你的方式去生活，这是其一，对吧？其二，在情感当中，我们既不做道德的绑架，也不做爱的绑架。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即使是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说我不理解，我看不懂，我觉得没关系，这都不重要。能走向这个舞台，就说明对于这一段关系还彼此有着一些眷恋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你们的生活你们自己做主。好了，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。是都没画吗？就是老师点评了以后，我觉得我还需要再考虑一下，也许我今天面前的这个人也不一定是我选的对的人。我可以就是说，我可以就是放低我那一些标准，什么财产公正啊，什么啥的，我都可以那个就是放弃。就是我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他能对我女儿好，就是说还是那啥吧。请亮灯啊！别将就啊，都别将就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看在他们爱的记忆箱当中放着怎样的记忆，请开箱。男生放的是什么呀？拔罐器。我不是在工地上，就是这几年一直在工地上搞运输嘛，然后一天到晚就是很累，就是肌肉酸痛啊，就是腰也不好，然后去找他，我就跟他絮叨，就后来他就给我弄了这一个拔罐器，就是说我给你拔拔就是后背，然后揉揉肌肉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感动的这个一个那啥。你放的是什么呀？护手霜。因为之前就是我俩刚认识不久那会儿，然后他说就是我这手比较细，看着不像是干活的。然后他说以后假如说咱俩结婚了，你以后你啥也不用管，刷碗、洗衣服都由我来做。但是现在我好像就是从被他宠那段时间，好像快变身家庭保姆了。谢谢两位的分享啊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吧。面子是情绪蒙蔽自我的罪魁祸首。你会发现很多关起门来可以解决的问题，一旦出现在公众场合，就使得彼此毫无退路。所以情侣之间一定要懂得在公众场合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学会冷静和闭嘴。一味的逞强虽然会赢得场面上的胜利，但也一定会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。爱情保卫战和我都开通了抖音账号，大家赶紧去下载抖音短视频 APP 来关注我们，还有更多的精彩的爱情告白的视频可以观看。来看这一对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来，好不好？说接受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。想说什么吗？我本以为这次来这儿，我可能会把我俩的问题谈妥，没想到是这个结果。我真的，他挺伤我心的。其实如果你能够正视这个问题，挺好办的。学着去爱一个人，像老师说的，清清楚楚的把自己的需求告诉给对方，好吗？好好带娃，好好工作。好，当你真的碰到你爱和爱你那个女人的时候，你现在的需求都不叫需求。谢谢你。